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款中长发如何修饰圆形脸的减法教学。那在教学开之前，如果还没订阅这个频道，先订阅这个频道。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Let's go。好，那我们今天所用到以下几个工具，第一个就是需要一把剪发刀，第二个就是一把打薄剪，然后我们可以接下来需要一支水枪跟分区夹。剪完之后，我们的造型工具，我们今天使用的是离子夹。那这一支是 Dyson 他们的无线离子夹。那今天会用这个做示范。好，那我们今天的模特就是这一个，它是一个中长发的长度，但是发尾是比较虚的。那我们今天帮它做的是一个中长度的修剪，然后并且教大家如何做到整个的脸型修饰，还有轮廓的蓬松度的修剪。那我们先来做简单的分区。那今天顺便教大家分区跟提拉发片的小技巧。好，那我们先找到我们的顶部区刘海的位置。我们先在这里分一个刘海的区域，你可以依照你脸型的轮廓，然后找到眉毛最高的位置，就是我们眉峰。拿出一支梳子，放在眉峰上面，然后往上对上来，就是在这一个点。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眉峰对上来，这样一个三角形。然后我们在这里分一个三角区。如果比较不会分线的同学，你可以梳开之后，先拿出一支夹子，把旁边的头发先固定。那我们再转到另外一边，从这边一样，最顶点的位置梳下来到眉峰，眉毛最高的位置上，然后把另外一边的头发先往侧面梳过来，用手压着，再用夹子固定。固定住，这样一个刘海的分区就完成了。那我们再把它往前梳下来，头发缠绕在手指头上面。缠绕完之后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反转，就可以把它夹起来了。好了，这样刘海的三角区完成之后呢，我们把它转到侧面，从最顶部的位置，由上面往下梳，梳到耳朵后面。耳朵后面一个手指的宽度，如果头发盖下来看不到的话，分区小技巧来了哦。你可以用左手先扶在你的耳朵后面当一个标志点，那头发再放下来的时候，顶部区的梳子由上往下梳下来，刚好碰到你的手指头，你就可以顺势的这样左右分开，这样就可以拿到一个很完整、很直立的一条线了。然后这个时候再把头发一样缠绕在手指头上面。然后旋转上来，夹起来，这样第二个区就完成了。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方式，左右两区分完之后呢，我们后面区域，如果你觉得头发太多不好分区的同学啊，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先分一半，上下分一半。那我们从耳朵这里的位置分到另外一边的耳朵，这个技巧呢一样，我们先在耳朵后面放上你的手指头做固定点。那另外一边用梳子从另外一边耳朵直接拉到左边，然后碰到手之后呢，我们把剩余的头发往下提拉，那这样这一条线就可以很快速又平均的分出来了。那这样上下区就很快的完成分区了。好，那我们长度分区已经都完成了哦。那我们接下来要剪的就是我们的第一层确定长度的位置。那我们今天的长度设定呢，会抓在它的锁骨下来一点点的长度，所以以脖子这样的情况来说啊，肩膀大概在这里，所以锁骨大概会在这个位置上。那我们的长度设定就会让它落在肩膀再下来一点点的位置，然后这样做一个平剪的动作。那我们先转到后面，在这一区做一个水平裁剪。那水平裁剪的话，分发线直立梳下来。另外一边这个宽度啊，大概是在3个手指头的宽度，因为我们这样夹起来的位置是最刚好的。那3个手指的宽度之后，我们轻轻的梳下来，好，梳下来，确定长度的位置之后，手指头在这里位置夹紧，再提拉到你的眼前，做一个平剪修饰。好，完成之后我们就放下来，那连接到两侧。梳下来，低层次夹着，手指头夹紧之后，再提拉起来，再做修剪。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你不夹紧，再提拉，
这样这边的空间会被影响，就会剪完会有一点长短不一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做修剪啊，最好的方式是这样夹着直接做修剪。但是这个动作对新手来讲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上这样夹着夹紧提拉起来到你眼前做平剪的动作，这样的效果是比较不会失误的，而且这样剪完你可以看到它就有一个很好的水平线，就可以制造出比较丰厚的下摆层，这样可以让头发剪完之后不会看起来虚虚薄薄的哦。好，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提拉起来，这边比较短，这边比较长，直接水平衔接。剪完之后，我们拉到后面，两侧对一下有没有均等，有没有一样长。如果有，这样第一层就可以完成了。第一层完成之后，大家已经熟悉了基本技巧。那我们先把上面这一区放下来，那一样喷上一点水。我们今天运用的都是平剪做修剪就可以了，不会有太多的难度。接下来我们上部区呢，我们的角度就不要再完全水平了，我们提拉一点角度，再往后45度的位置做修剪，这样可以制造出中低层次的感觉，让后脑勺的轮廓比较蓬松。我们这个时候一样，直立分线，分出来之后往后拉45度角，头发的45度角拉起来。那你可以看到下面这里，下面这一层是我们刚刚剪到比较短的位置，对不对？来这样拉起来，然后看到这一层直接做平剪，然后再来换另外一区，一样提拉起来。第一区完成之后，你就可以顺着旁边这个长度去做修剪了。所以这个技巧要注意的就是你手的提拉的位置哦。第一层零角度，第二层45度。然后我们在剪每一个区域的时候，都要顺着头型去做修剪。如果今天这个是我们的家人、朋友或客人，我们让它固定位置，我们就是去换位，换这扇形的位置做修剪就可以了。好，这样后面就完成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就会有一点简单的层次出现了。那这个啊，在后脑勺蓬松效果就会显得是比较好的，不会整个呆呆板板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两区完成。那两区的话，我们第一个步骤会先做到水平修剪，先连接长度，完成之后呢，我们会再往前45度角去做连接，让它做一个脸型弧度的修饰。它会有一点像羽毛剪，但是又没有那么羽毛的感觉，它修饰度会比较高。如果你头发是比较多的同学，你可以从太阳穴这里再分一半，先把它夹起来，先修内层，再修外层，这样也是可以的。好，那这一区一样，我们直接发片分起来，做一个水平修剪，然后连接过来到前面的位置，两边的长度必须要一样长哦。那如果很多同学在做连接的时候，长度会不一样长啊，记得前面要摆一个镜子去做对照，这样失误率就可以降低了。完成之后回来再对一次两边的长度，这样就一样长了。好，侧边第一个步骤水平修完之后呢，我们从侧边的耳朵后面的位置往前45度角，往前拉45度角，平着拉过来，你会看到多一个角度。那这个角度，很多同学问说要去掉多少呢？去掉2指的位置，你就手伸出来，2个手指的长度 ，OK，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角度直接做去除。我们今天运用的全部都是平剪的修饰哦，然后它这样剪完，你就会获得一个前面有一点弧度进来的感觉，这样的柔和感就会比较好。等一下我们刘海放下来，再做整个的修饰，就可以完成这个发型了。好，那我们两边完成了刘海，就把它放下来。圆形脸最重要的，除了两侧的蓬度之外，就是刘海跟轮廓的修饰。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想动长度的同学，把刘海这个技巧学好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款现在最流行的8字刘海的技巧。8字刘海就是中间短短的，旁边有一点弧形去做修饰，不管是修饰颧骨还是修饰脸颊，都是很棒的哦。好，那我们现在在剪之前呢，我们先决定最短的位置，所以我们在前面再分一个小三角形，就会用这一个小三角形的区域来决定最短的刘海位置。那我们最短的刘海位置怎么抓呢？我会建议大家
梳下来的时候，不要直接剪在眉毛，这样它吹干绝对会弹到额头上。所以啊，我们在梳下来的时候，可以抓在眼睛前面，大概你就是拉下来，大概在鼻子上方的位置，就是我们说的3根的位置，拉下来碰到鼻子哦，碰到鼻子，直接剪一个水平修剪，这样。那如果你希望刘海啊有一点柔和感，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再加上一点点点剪。点剪就是这样直立45度这样斜切的动作，我们只要在这里加上一点点点剪就可以了。好，完成了第一个头发的长度，接下来我们再把刘海梳回来，把这个三角形先放回来。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你已经找不到你原本的刘海分起来在哪里，你就把刘海往前梳，梳下来，你觉得它盖在你眼睛这一块，盖到你眼睛的位置。这一块就是你的刘海，两边直接夹起来就可以了。完成之后呢，我们从中间鼻子上方中间画一条线，画一条线，完成了。我们把头发梳平，那有没有看到这边比较短，中间的导线，对不对？那我们先决定最长的位置，最长的位置要放在哪里呢？就是最外面这一层。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我们最简单的方式。梳下来，梳到下巴的位置，直接剪一个平行线，剪一个水平线，在下巴这里剪一个水平。好，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把两侧最长的长度确定了，我们只要把它短跟长连接起来就可以了，长的斜接上去到短的位置上。这样的位置就可以非常的完整哦，就一个8字刘海就完成了。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梳下来，最长到最短，做一个斜度的连接。好，你会看到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弧形的效果。最后两侧再把它梳下来，我们再做一次连接。那这个连接怎么做呢？从侧面鬓角这个位置，鬓角前端的这个位置往前梳，你会看到这边是我们刚刚剪的连接的位置，这边是最长的，直接在这里往下修剪，修到最长的位置，一样做连接下来。另外一边也是，这样就可以完成这一款圆形脸修饰的中长发了。那我们先帮他把头发吹干。好，那我们准备要帮他做个简单的造型了。完成前，先让大家看一下，像这样的效果，剪完就有一个自然的弯度的轮廓。那脸型呢，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两侧修饰的效果。那我们等一下使用就是 Dyson 造型夹。那在夹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先把头发吹干，因为如果头发湿的时候，夹会有水蒸气，容易烫到。所以呢，我们头发吹干之后，再拿出你的离子夹、造型夹去做造型。那温度建议，如果我们要做造型的话，185度是一个最好的范围，所以你的温度选择在170到190都是可以的。如果你的离子夹可以调温度的话，最好的温度是185度，它的塑形效果完成度是最高的。好，那在夹的时候，记得拿出一支防热的尖尾梳，这一种啊，它抗热效果比较好，它比较不容易让前面的锯齿有一种烧焦的感觉，因为如果会烧焦，它是容易影响到你头发发质的。好，那我们等一下造型很简单，分2个区域，拳头上区跟下区，再来刘海的区域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这是一款非常简单的居家整理的造型教学。好，我们先把头往上夹起来。那这个上部呢要夹多少？你可以取决于你的发量的部分。然后啊，如果你的头发真的很多的同学，我们可以在这2侧后脑勺先做打薄，然后打薄的技巧啊，我很多影片都有发布了，可以自己搜寻去看。然后我们先来教学大家如何夹一个弯度，拿出这种离子夹，建议大家选这种圆弧状的离子夹。然后在夹的时候啊，我们直接把发片平行分起来。分起来之后，夹着往外转半圈，然后慢慢的往下拉，慢慢的哦，不用太快，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立体的弯度。好，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然后再来侧面也是一样，把头发往45度的位置梳起来，离子夹夹进去，夹着轻轻的往下带，然后往下带的时候，我们手有一点往外转半圈，然后轻轻的往下拉下来 ，OK， 这样它就有一个很好的内弯的感觉。然后到两侧的位置，离子夹夹进去，然后往外转半圈的效果。夹完的时候啊，你可以用手轻轻的扶一下，让它稍微散一点热，让它热气散掉。散掉之后，你这样拨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样的效果。这边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它内弯跟另外一边的质感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啊，用这个快速的帮自己稍微夹个弯度，效果是很好的。那我们再来完成另外一边的内弯。好，那这样两侧都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把上面这里放下来，继续完成。然后上面这边呢，我们在夹的时候，我们一样拉起来，把头发分一片，然后梳着，梳顺之后，从发中发根的位置稍微带一下，让它顺一点。然后到比较发尾的地方，我们再稍微往外带半圈，然后平行的往外拉哦，平行的往外拉。拉完之后，另外一只手扶一下，让它这里做冷却，不要直接盖下来。盖下来啊，它很容易卷度都堆积在下摆，看起来会太沉重。所以小技巧就是拉完之后，手指头扶着让它冷却，冷却完之后再放下来，它的立体效果会变得非常好哦。这一片一样提拉起来。然后夹着往下带，到比较尾段的时候，轻轻的往外提拉，转半圈，然后放下来，然后手可以这样轻轻的抖一下，让它散热一下，散热完成3-5秒时间放下来，看一下它两侧的弯度，它变得非常的立体的感觉。那从正面看的效果呢，你会发现这边没有夹的就比较扁塌。这边的蓬松感是变得非常好的，所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技巧完成。等一下教大家怎么做刘海。好，那我们两边的长度都完成了，最后就是刘海了。刘海啊，我们非常的简单，我们先取最中间的位置，两侧最中间的位置先取出来。先在这里，我们先往前夹一个弯度。那往前的角度啊，大家看一下哦，我们举到前额90度角哦，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你太低夹没有效果的，所以你要提到90度角往前的位置。那提拉之后呢，离子夹放进去，轻轻的在尾段这样夹一下。夹完之后呢，梳子我们先让它在这边冷却一下，用手辅助，不要让它直接掉下来。那冷却固定了之后，我们再放下来，你就会看到刘海它有一个非常的蓬松的效果。那两侧一样的方式哦，提拉起来，先梳顺梳平，之后内弯的调整，夹一下，然后手一样让它冷却一些，停一下，再放下来。记得啊，每一次梳头发的时候，一定都要先把头发梳平整，这样夹起来效果才会是最好的。然后往前带一下，然后夹完之后停一下，让它冷却。头发它是蛋白质所组成的，所以需要有所谓的加热跟冷却。你只要有加热，就要有冷却，这样它的稳定度才会比较高。好，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层次轮廓并不会非常的厚重。那两侧啊，它这样夹完就很自然的一个内弯的感觉。那刘海啊，它最主要就是你看一下它两侧的这种修饰度效果是非常好的。如果你觉得这样刘海太长，你可以再稍微剪短一点点，你可以自己去决定你要的长度，这样啊，它就可以有更好的修饰效果了。好，那我们做最后的重点讲解。今天的话，我们剪发分4个区域，刘海1区，两侧包含后面上下。那我们先把下面的水平修剪0层次修完之后，上层放下来45度修剪。我们今天运用的是平剪就可以完成了。那两侧呢，一样先剪一个水平底线，再往前拉，
去掉2个指节的宽度的一个去角，两侧跟后面就整个完成了。最后重点在于刘海，刘海我们先分一个小三角区，把长度设定出来，再做两侧的连接，从下巴的位置先剪一个标准线，再从短连接到长，然后两侧这一块的轮廓一样，从短连接到长，这样整个的长度就完成了。造型的重点分上下2区，夹的时候啊，稍微的往外带半圈，它就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内弯的效果。刘海的角度必须提高90度去提拉一个半圈，这样它才会有一个立体的蓬度。所以今天的造型教学到这边就完成了。好，那最后跟大家介绍最近刚入手的造型夹，这是 Dyson 的，它是无线充电，就等于说我出外景的时候，或者是我去任何地方，就不用一定要有插座才可以做造型。然后它的温度控制啊，我是觉得非常贴心，它有3个温度选择。第一个的话就是打开之后165度、185度到210度，这3个是我最常使用的温度。那平常我在沙龙的时候啊，它就是像这样坐着充电，那我要使用的时候就直接拿起来就可以使用了。然后它也可以是直接这样做一个吸附充电的效果，所以不管是我在出外景，或者是我在工作上，它都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哦。如果对 Dyson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我们会附上它的连结。那进去之后啊，除了造型夹之外，还有吹风机、吸尘器、各种家电都可以购买。那我们附上我们的优惠连结，只要输入优惠就可以再折扣2000块。这个活动优惠就到今年年底，如果有需要的同学，大家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哦。好，我们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结束了，你学会了吗？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圆形脸修饰技巧，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最后，如果在这影片上有任何问题，或者是你想学更多的发型或脸型修饰的技巧，可以在这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一一回复给大家。如果没办法回复的，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最后这边附上 IGFB， 这边有 Line，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这边私讯或跟我预约。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下部影片见，拜拜。